果你今年已经过了30岁，甚至正逼近35岁这个所谓职场生死线，请你务必找个没人的地方，给自己泡杯茶，或者点根烟，把这条视频安安静静地看完。我要跟你聊一个极其扎心，甚至可能会颠覆你前半生认知的残酷真相。我敢跟你打一个赌，90%的普通人这辈子踩过的最大的一个坑，就是把朝9晚5拿一份稳定的死工资当成了人生的最优解。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进个大公司，拿一份体面的薪水，你以为这就是稳稳的幸福了。直到你过了35岁，体检报告上的箭头越来越多，房贷车贷像大山一样压下来，而公司开始变着法儿地暗示你降薪换岗，甚至把你排挤在核心项目之外的时候，你才会猛然惊醒，原来你手里端了10几年视若珍宝的那个饭碗，从来都不是你自己的。那个碗是老板的，是公司平台的。人家心情好，给你多盛2勺汤，人家哪天想把碗收走，连个招呼都不用跟你打。今天，作为一名看透了商业底层逻辑的读书博主，我要给你一个绝对硬核的忠告：真正能给一个中年男人人生托底的，从来不是什么月薪几万的高管 title 头衔，而是一份哪怕今天只能赚到1块钱，但也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听起来是不是很反常识？别急着反驳，给我10分钟，我们用成年人最理性的商业逻辑，把这笔账彻底算清楚。我见过太多在大厂或者民企当部门经理、总监的兄弟，表面上看月薪3、5万，出门西装革履，跟人谈笑风生，但实际上呢，他们活得比谁都焦虑。他们不敢轻易请假，因为怕位置被人顶了；他们不敢跟傻逼领导顶嘴，哪怕被骂得狗血淋头；哪怕那个方案错得离谱，也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他们更不敢辞职，因为断更1个月的工资，下个月的房贷、老婆的车贷、孩子兴趣班的学费、老人住院的医药费，瞬间就能把这个1.8米的汉子压得跪在地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收入结构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单点故障模式，他们把自己全家老小的命运完完全全绑在了公司这艘船上。这就像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你只有1根绳子。可问题是，时代的大船要沉的时候，或者要抛弃你的时候，是不会提前跟你签协议的。经历过90年代国企下岗潮的长辈们，对这种痛应该感受最深。当年那些端着铁饭碗的工人们，谁能想到有一天工厂会突然没了？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今天，互联网时代的裁员潮， AI 技术的替代，不过是当年下岗潮的高配重演罢了。这时候，很多人一定会跳出来反驳我：老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上班1个月稳赚2万，你让我去做小生意，1个月累死累活赚个1、2千，难道不是上班更靠谱、更像吗？兄弟，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依然没有看懂工资和利润这2者之间极其深刻的本质区别。那1万块、2万块的工资是怎么来的？那是你用每天8小时甚至12小时的青春和健康，1分1秒血汗交织换回来的。在商业的底层代码里，这叫出卖时间的零售商。你必须明白2个极其残酷的事实。第一，你的收入上限早就被老板的心胸和公司的盈利天花板给死死定住了。老板能赚1个亿，他可能分你100万。老板今年亏钱了，你干得再好，年底也得跟着喝西北风。第二，你在这个平台里熬夜爆肝，写了几百份 PPT， 谈下了几千万的客户。对不起，你只是在给公司的商业系统添砖加瓦。当你抱着纸箱子离开这家公司的那一刻，你带不走那个系统的任何一砖一瓦。你曾经引以为傲的人脉、资源、总监的头衔，大概率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
这就好比你租了一套精装修的豪宅，你每天在里面擦地板、贴壁纸、买高档家具，你觉得这房子真漂亮，但10年后租期到了，房东一句话让你滚蛋，你除了自己逐渐衰老的身体，什么都带不走。但那自己赚来的1000块，甚至哪怕只有1块钱，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那1块钱是你自己从0到1搭建的商业系统赚来的利润，你就是这个系统的绝对主人。你赚的每1分钱都是对你这个个人系统的正向反馈，是在给你自己的资产添砖加瓦。今天你能靠自己的手艺、自己的头脑、自己的闭环赚到1块钱，明天你只要优化这个系统，你就能赚10块、赚100块、赚1万块。这个系统的上限从来不由任何一个 HR 或者老板说了算，它只由你的认知维度、你的胆识和你的能力来决定。硅谷的创投教父纳瓦尔在《纳瓦尔宝典》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你永远无法靠出租自己的时间而致富，你必须拥有产权，也就是你自己的生意，才能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说到这里，我知道很多兄弟心里开始打鼓了。大家一听到做生意这3个字，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的画面是要拿家里的房产去银行抵押几10万贷款，要租个几百平米的门店，要去工商局跑断腿注册公司，要辞掉现在的工作去 all in， 要天天晚上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兄弟，这是工业时代的重资产买卖，这不是我今天跟你说的生意。如果你现在背着房贷车贷，贸然辞职去拿几10万开个奶茶店，加盟个火锅店，那我不仅不鼓励你，我还会骂你败家。在今天的数字时代，生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4个字：价值交换。你能帮别人解决一个哪怕极其微小的问题，你就能赚到钱，这就是你的生意。我给你举几个最接地气也最真实的例子。你平时在公司里 PPT 做得特别好，大家都夸你。你周末花点时间在闲鱼或者小红书上接单，帮那些快要答辩的大学生或者要汇报的初级员工美化几页 PPT， 赚了50块钱。兄弟，这就是你的生意。你是个数码发烧友，对装机特别在行。你在同城群里帮一个不懂电脑的邻居写了个高性价比的配置单，顺便帮他装好机，赚了100块辛苦费，这也是你的生意。甚至你平时特别喜欢钓鱼，你把怎么选鱼漂、怎么打窝的经验写成了一份几千字的避坑指南，挂在网上卖9块9。只要有人买了一份，这同样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生意。这些事情需要你拿几10万去冒险吗？不需要。需要你辞掉现在的工作吗？不需要。甚至不需要占用你太多陪家人的时间。它只需要你转变一个思维，把你身上的某一种隐形价值打包成一个可以对外交换的产品，然后去赚到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第1块钱。很多兄弟可能会笑，老李，你搁这儿逗我呢？我累死累活去赚这9块9，这50块钱还不够我加1箱油的，有意义吗？兄弟，这第1块钱的意义从来都不是钱本身，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锤子，彻底砸碎了你脑子里那把叫做我只能靠上班赚钱的思想枷锁。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体制化。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老布在监狱里关了50年，一旦被释放，他连怎么过马路都不会了，最后只能选择上吊。我们很多人在职场里待了10年、15年，其实也已经被深深的体制化了。你习惯了每个月15号短信里的工资到账提醒，你丧失了在荒野里独自打猎的能力，你成了一头只能在动物园里等饲养员投喂的狮子。而当你不用公司的名片，不用老板的平台，单枪匹马在市场上赚到那1块钱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你会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卧槽！原来我哪怕不靠这家公司，我哪怕没有这个总监的头衔，我也能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这种来源于生命本能的底气，是任何一家世界500强公司永远都给不了你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你开始经营这份哪怕再小的生意时，你会被迫长出很多在格子间里打工一辈子都学不到的硬本事。在公司里，你只是一颗螺丝钉，你只管写代码或者只管做报表。但做你自己的生意，你就是一个 CEO， 也是一个业务员，还是一个客服。你要学会怎么去洞察用户的痛点，你要学会怎么厚着脸皮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出去，你要学会怎么跟形形色色的人讨价还价，你更要学会在遇到差评、遇到危机、遇到没人叫你的时候，自己咬着牙扛下所有的事情，去寻找解决方案。兄弟们，这些能力叫做闭环能力，这是你这辈子走到天涯海角，哪怕身无分文，也能让你东山再起，吃上一口饱饭的绝对硬本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印在骨子里的生存能力，绝对比你银行卡里的那点存款更能给你带来靠谱的安全感。如果听到这里，你的心里有一丝丝的触动，或者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危机感，那我作为一名读书博主，今天强烈推荐你去读一读塔勒布的经典神作《反脆弱》。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完美印证了我们今天的观点：一份单一的高薪工作是极其脆弱的，任何一次行业动荡，甚至只是领导对你的一个偏见，就能让你瞬间归零。而拥有一份自己的副业，哪怕它刚开始很微小，它也能让你的人生拥有反脆弱的能力。风浪越大的时候，你反而越安全，甚至越能从中获利。所以，各位年过30的兄弟们，别再等了，别再把全家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所有希望都战战兢兢地寄托在那一张薄薄的工资条上了。也别再说什么等我有钱了，等我人脉广了，等万事俱备了，我再开始干。人生从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出发时刻，最好的开始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给你留一个周末的家庭作业，今天晚上放下你手里的游戏，关掉那些短视频，拿出一张白纸，花10分钟时间给自己做个深度的灵魂盘点。我到底有什么特长？我过去10年的工作积累了什么独特的技能？我能不能帮身边的某个人解决一个哪怕极其微小的痛点？想到了，明天就去试，哪怕只是从赚1块钱开始，勇敢地迈出你摆脱体制化的第一步。如果今天这番话刺痛了你，也唤醒了你，感谢你的点赞、转发，让更多还在温水煮青蛙的兄弟们看到。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准备靠什么去赚属于你的第1块钱。我们下期见。